基辛格劝和促谈，潜台词却是美俄停止消耗，让美国全力对付中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天少。基辛格被称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也是美国最受尊重的国际战略学者。在俄乌冲突持续焦灼的背景下，基辛格再次向普京喊话，希望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通过紧急谈判来结束敌对状态。基辛格给出的理由是避免另一场世界大战，并把俄乌冲突说成是两个核大国争夺一个常规武器国家的战争。基辛格是怎么劝普京的呢？他给出的条件非常有诱惑力，俄罗斯要避免成为一个被严重削弱的国家。但是我们如果仔细看一下这位老先生给出的解决方案，似乎又是在要俄罗斯缴枪认输。基辛格认为，首先乌克兰中立已经不再是选项，因为这场冲突已经让乌克兰与北约的联系紧密起来了，乌克兰军队的北约化已成为现实。第二，俄罗斯军队必须撤退到2月24日之前的边界，也就是放弃乌克兰4州的公投入俄。第三，顿涅茨克、卢甘斯克和克里米亚可以作为停火之后的谈判议题，在国际社会的见证下重新组织公投，决定主权归属。看出点门道没有？如果普京接受这样的提议，等于承认特别军事行动的全面失败。乌克兰不但未宣布中立，而且与北约有着特殊的关系，而原本亲俄力量控制的3个地方还要组织公投，决定是否并入俄罗斯或者是乌克兰。虽然这项协议之中，俄罗斯在和平架构中有一席之地，但是似乎根本无法证明俄罗斯是一个胜利者的角色，反而要接受耻辱性的失败。克里姆林宫的发言人佩斯科夫说，普京急切地想好好读一读这篇文章，但遗憾的是眼下还没有这样的机会。他如此说只不过是给基辛格一个面子，不等于会考虑他的建议。在2014年，普京相信以西方通过谈判可以解决顿巴斯危机，结果默克尔承认欧洲骗了俄罗斯。明斯克协议只不过是为了给乌克兰整军备战的时间。今天基辛格写的这篇文章似乎仍是在玩套路，目标竟然又是忽悠普京。其实俄乌冲突对美国和俄罗斯而言就是一场双输的游戏，基辛格只不过是站在美国的立场来忽悠俄罗斯。目前俄罗斯正在因为这场冲突而被严重削弱，甚至失去成为欧洲国家的机会，整个俄罗斯的未来发展只能向东看，这是普京不甘心接受的结果。在普京的计划中，这场只是被定义为冲突的战争应该是速战速决，甚至是王师进城的方式来完成的，而不应该是一场严重消耗国家的鏖战。所以基辛格所给出的和平谈判解决冲突的办法对俄罗斯或许有一定的吸引力，只不过他提出的条件太过苛刻，现在的俄罗斯不可能接受失败，更不可能放弃已经并入的新领土，而乌克兰也不会放弃其领土主权完整，这对双方而言就是个死结。美国没有下场参战，所以根本不存在引发世界大战的可能。美国也因为俄乌冲突而被消耗，后果是无法集中力量来对付中国，这才是基辛格博士焦虑的真正原因。基辛格想要美国尽快从欧洲脱身，集中更多的资源用于对付中国，因为中国并不好惹。中国当然希望俄乌冲突尽快停火，但是因为我们真的希望世界和平，因为一个和平的外部环境对一个世界最大的贸易国而言是非常重要的。但我们也不怕美国集中力量来对付中国。现在的问题是，美国真的能从乌克兰抽身吗？基辛格这位老朋友恐怕真是想多了。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